哦哟，你不能要小孩子画一个假面骑士，你要说这是我的仇人，我要找到他，也要弄死他。啊，对。警視庁は各地で目撃情報が相次いでいる怪物について、未だその正体はつかめていない。终于出手了，终于早干来了嘛！嘛去了？其实你要深究的话，假面骑士跟怪物应该在前几集就跟那个失踪事件绑定在一起了，因为这个事情在网络上早就已经传开了。传开没有用啊，政府肯定要想办法隐瞒啊，闹大了才会。我操！要是我就直接反攻了。纸包不住火的，就像新冠一样。主要是侧重点不同了，他不需要去展开这个部分。好，你看去游乐场了，能不能把冰沙子摆宝瓶里？理论上可以。可以的，能不能把蛋糕王也扔进百宝瓶里面？可以。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僕の家で作ったみたらし団子です。ぜひ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俺は甘いな。ありがとう。あんたもせっかくだから。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って？僕の家は和菓子をやっているんです。でもあんまり流行ってなくて、だから。这集又是有新宝藏。哦，所以就生了那个团子宝藏是吧？僕てもっちもち。好吃好吃。こんなに美味しいのにお客さんが来ないなんて。这个宝藏很可爱哦，它展开更可爱。确实。我在抽扭蛋，你知道吗？抽扭蛋这个活动就是买点心送宝藏，拿包裹。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啊，这个宝藏是监视器啊。怎么了？我要保护民众啊，监视他们怎么了嘛？哎，他不是不爱吃甜的吗？我操，蛋糕王！我就见过新形态都来了。没啦，这个我们上周猜对了哈，确实要换，而且也不能直接让蓝勾尼场消失。哦，对，这样更加高明，暗示蓝勾尼场没死。他如果真的死的话，不会这样子展开的，最起码给你回忆一下嘛，也没收花什么的。现在不是蓝勾尼上的，是黎明哥。又丢垃圾，又带一堆玩具，好开心啊！爸爸好开心啊！报告，大哥死了。惜しい人材をなくしたな。しかし人間界に邪魔者がいるなら何か考えないといけない。哎呀，怎么办呢？はい、しかししばらく闇菓子の材料の供給が途絶えてしまう。哦，那合理哦，把问题甩回给总统。优秀的负责人，并非优秀。お菓子あげるからなんとかしなさい。ジープ，你们俩废物夫妻能不能？两炮死！大战犯。我从来没想过让大哥死啊！小孩目前看的还挺懂事的。安藤は私の夫が始めたんです。でも1年前に。1年前嘛。未亡人嘛。1年前在播《奔奔者》哦。もしよければ私からも協力お願いします。頑張ろう。铜锣烧啊！我还没吃过铜锣烧啊，你们吃过吗？我吃过，味道还行。我还挺喜欢的。豆沙馅来的吗？里面的正统的就是红豆沙。这个人该不会是？你不会是传说中的那位吧？你是让我忘不掉的人。太难崩了。哦，我知道了，铜锣烧跟深圳好像也有点，你们懂吗？哆啦 A 梦是吗？从肚子口袋里面掏点东西。要去买零食了，买给丹特 A 梦了。那你现在是干这个的时候吗？哎！我是网红。哦，他这样子连起来啊，有点意思哦。网红来了，破灭交集。哇，很妙哦，他这样子成功把主角团都牵扯进委托里面了。对。哦，大叔商量也能够连上啊，挺好的。专业，这个店长的专业是年龄确认，知道吗？哦，对，那个视频刷，我后面还刷了好几次。我经常刷到最近。还不带出来他有个妹妹或者姐姐之类的吗？你姐姐呢？我姐姐失踪了。不过这样子感觉太明显了，正常来说观众应该也猜到他是谁了嘛，是不是？对啊。哦，命运的齿轮呢？狗头人，狗头人啊，狗头人！鬼呀鬼呀！いつになったら敵を撃ってくれるんだ？妈的莫呀的！哎呀，害死我了！你们睡沙发呀！来了。采购担当他妈的是三煞位啊，知道吧？想让你大姐去死了吗？其实大姐挺绝望的。肯定啊。我一开始是以为大姐知道是基普间接害死大哥，才掐他脖子的。大丈夫，他妈的无慈悲，打倒吗？你拿什么打？我想问了，拿什么打？别说，自媒体不赖。大事なのはこのお店の個性だと思うんです。個性ですか。普通っ
ちゃ普通か。すいません。この美味しい和菓子に何か個性が加われば。こんにちは。哦，来了来了。哎，路人见面，来了，你好你，好。こちらこそ。アニマルか。アニマル？アニマルだよ。アニマルだ哦よ。经典的。哇，黑丝，你的关注点有点奇怪的。いろいろ作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白虎、白虎、大象、elephant，あれがキリンか。那长颈鹿是什么？我都忘了。不知道啊。我也忘了。どういった経緯？先代に拾われました。自分は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て。哦吼，取り返しの。你不对劲。生き方を迷っていた自分に仕事を教えてくれたんです。思い出させてくれたんです。お菓子を作る幸せを。たくさんかけてよ。どれ？いいと思います。可愛い画的挺好哦，你这个。上一个在动物园画画的已经变成邪恶奥特曼被打死了。你这个上也太上了吧！行くよ。ホワイトタイガー。哎呦哎呦哎呦！思ったより大きかったです。哦，赤亀、これが最後に。你在装什么逼呢？装逼！哦认出来了。シータ、待っててね。你现在连半斗都打不过吧？蛋糕兵都打不过啊，什么蛋斗打不过？伏笔。哦，掉了那个花圃，等下过来捡嘛。哦，蛋糕剑，我之前都说不需要蛋糕王了，雪糕就是上位替代了。哦，郭总，还要单挑吗？问题是你单挑打得过吗？一个大招轰死了货色。是。哎，这一点不是愚人节的那个吗？啊，对对对对，那一集也是朱田敏拍的。虾饺跟他爹在这个鬼地方。贴上一个大一些。哈哈 ，O N O。你为什么只看着？我只想看他痛苦的样子。然后看着自己的玩具打架，不是很正常吗？哎呦，应该是用了绿幕。他这样自己摔不痛吗？对，你怎么还是这种打法呀？这混混打法，习惯了。哦。哦，哎，可以哦，可以哦，这个。可以的。变成白色的汁了。可以可以可以。真是他的错吗？我错哪了？你说我错哪了？你怎么不找找自己的问题呢？お啊お哦哟！让我说你去借西塔吧。嫂子，你能不能会远点？就是他应该也挺强的。哎呀，来了来了，哇！快走啊！捡到就快跑呀，兄弟！狗头人，狗头人来了，来了来狗头人来喽！所以上周那个问题的答案是理解女啊，是因为理解女才暴露了狗头人的真身。是你啊！兄弟是特搜鬼啊！特搜鬼。他们那个舌头啊，真的是很出戏，有点呆。这是我吗？是我那个时候还很瘦。这就是我想看的呀！是。我感觉有点卑鄙呀，对半岛来说。他也没说他不接受惩罚，只是说现在小孩子重要一点，因为受伤了。我愿意接受我的命运，但是不是在他的面前。哎呀，这个对，我现在就要看下一集。这样就行了吗？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虔诚的特殊受众了。叔叔要收你的点赞支持，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爱你们。下集预告是这样子的啊，点心屋职人剑二的真实身份揭晓，正是当年绑架半斗母亲的古兰里头。可看到剑二被宽人所仰慕，半斗的复仇心也开始了动摇。至少让我为宽人完成最后的新式点心。面对以洗心革面的剑二的含泪恳求，半斗被迫面临艰难的选择。与此同时，季普在败给深圳，也被复仇的执念所折磨。而就在这时，尼耶鲁布接近了他，并提议到要不要试试比特嘎布的力量呢？而后完成人生最后作品的剑二主动走向半斗，伴随着半斗变身的怒吼，金色能量在拳锋汇聚，一道贯穿夜空的复仇之光轰然爆发。本周朝日官网的提问是这样子的啊，对于半斗母亲的仇，生真采取的行动是，我每周都有在问这个问题，那好像我每周都猜不对，真的是自己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哦，他这样子问也是合理的。所以各位觉得生真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画两冤有头债有主，他做个战后，然后离开到就好了。
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好插手。适当的说两句，差不多得了。因为深圳已经把害死他妈妈的哥哥打死了，深圳自己都是冤枉在有主。不过他那个情况不太一样，人家毕竟是要从良的。对。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一集比较出乎我意料的点就在于吉普说那些逼话之后，我本以为深圳会多少有点动摇了嘛，结果下一秒他就直接捅过去了，甚至开大了。我觉得那其实不是犹豫，就即便他很明确的知道我这里要把你打倒，但是我还是会因为你这些话有所触动。对，也不跟你讲什么亲不亲情的了，拎得很清。胡言乱语，他妈的杀了。之前我看到有个网友的评价也很到位的，就是虽然主角团每个人都是有受到一些事件的影响，情绪会出现一点波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情绪影响他们干事。如果你说真的有那么一回的话，可能就只有范斗看到 Lucky 啊跟珍珍联手打大姐那一次没有上前帮忙，本来塑造就他们没有倒退，那些人就傻。所以我才想跟各位说啊，如今的网络环境真的是会把一些本身已经看完剧觉得还不错的人，或者让那些还没有看的人先入为主。对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角度啊、尬黑啊，真的会把风向给带偏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持独立思考的人终归是少数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小灯谜的存在也是有其意义所在的，就是创造了一个能让大家正常讨论剧情的环境。平心而论嘛，真的一直在追小团体过来的观众肯定都知道，除了值得称赞的点，嘎补这部剧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指出来了？当然哈，前提是指出的问题本身真的是有问题的。像你们看这周在争论的点，在我看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不是今天又怎么了？就吵小孩哥那个问题呗。呀，这个小孩不是很经典吗？公式小孩哥，大伙不应该见怪不怪了吗？小孩哥能不能黑了国家安全网络，要往自己家发射导弹？我只能说他妈的，他前面还是领先太多版本了，是不是？这一集的小孩哥才是常态。当然，不要说的话，他要画动物，需要去到动物园嘛？我上网看看图片行不行呢？退一万步讲，不能改天再去一趟。对啊，太危险了。但是他那个年纪，估计思维模式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周全。小孩就是很轴的那种人，就是犟总知道吧？对，我只能说他这个情节有点老套，但是这个老套也只是对于我们这群老登，而不是这部剧的核心用户群体来说呀。最关键的是要达成小孩哥落单，并且遇到危险的条件，狗头人才可能暴露真身救人，或者谁有本事在这个大前提下给出一个更优的解法，没的话就差不多得了，好吧？好的。而且与其说小孩哥，你们能不能把他妈注意力放到狗头人身上啊？但是我觉得狗头人到底死不死才有意思，你知道吗？狗头人应该死掉了，不会死的，我觉得。对呀，应该是这个。你懂不懂？下集出了之后，就下集他没死，然后就喷他，你怎么没死？死了就哎呀，怎么死了？我觉得还能再塑造一下。对，装标这一块，玩明白了。不过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点点变数，就是狗头人到底有没有吃过黑暗零食？不好说，我觉得没吃吧。他跟伴斗对话的时候说的是回想起了制作点心的幸福，但是证明他在沙滩界做过零食啊，也有可能他曾经做过黑暗零食，这个不好说。对啊，狗头人可能是一个究极老员工，他也许跟叔公是同一辈的，甚至有可能跟南特都是旧时来的，就可能他亲手去捉原材料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些是活生生的人，因为这样子才迷茫。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有个矛盾的点，就是他知道阿卡嘎布，他也知道佐纳内特汉的，他可能听到了一些风声嘛，对啊，就是传言嘛。比如说现在的打工仔里面也有他的朋友之类的。可以，他如果这样子引，然后就是退出黑暗零食的制作，支付马克家族没有追杀你嘛？那肯定是有的。当然这些部分可能下一集他不会给你明说，因为如果要细究的话，其实不会这样矛盾说得通的。对啊。然后我再稍微绕回去啊，刚刚那个问题呢，我其实是有一点自己的理解的，各位有兴趣留到最后再看好吧。这集埋上各位还有什么点是想展开来讲的吗？中间有一段啊，其实那个大总统已经有点算了，不想给压力了，结果二哥突然嘴了一嘴，那压力又回到了吉普的。不是，其实那个点我刚刚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二哥就有点像是在给总统下套，你知道吧？可能二哥也知道大哥没死，因为我上期视频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大哥二哥有没有暗中联手，甚至可能说二哥是全程知道大哥计划的，我感觉有，或者二哥现在就是属于两头下注嘛，我就不会输了呀。对，有点那种感觉啊。对，都是早上跟特色相关的推特热搜词条的前30位，第30名季普君，念几条推文吧。季普君，红色腹口可是进化到了比当初的你没能战胜的蛋糕王还要高出2个层级的形态哦。而你自己呢，从那时起可曾真正变强过分毫，不过是依附了强者而已。本质上你还是那个赢不了蛋糕王的季普啊。还真是。不过非要说起来，季普会想
想到借拉钩尼桑之手去除掉深真，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两者实力层面的认可嘛。只不过现在就存亡死寒了。别管什么，你是不是知道他把大哥打死了？你是怎么敢跟他打？没办法啦，他已经不得不上了。你不去打红富口，要是理解的不要你了，你更惨。我只能说，对，大姐就来找他了。3个女人一台戏，来回给他上强度，那怎么搞？还有一条啊，季普君居然要将自己曾经那般鄙视的红色富口的力量移植到体内，未免太有损尊严了。各位应该也知道了吧？百利兹形态最早应该在2月份就已经公开了。我其实是这样理解的哈，这个中间应该做过路线变更，他们最开始是有打算让复制人也能够变成百利兹形态的。对，把那个皮套的出场顺序给换了。对，不然的话，季普他变贝壳的那个样子好像也是。季普按理来说应该不止活一集，基普肯定要在姐姐之后，因为姐姐死了还能再给基普一波压力，你知道吗？对，而且季普不能那么早死的一个原因在于，季普死了之后，丽杰里这个角色一点用都没有了。所以我之前猜过他有没有可能让古罗塔先把丽杰里给刀了，来激化各方矛盾，逼迫总统亲自下场。第29名啊，剑二赏，狗头人都上热搜了，狗头牛逼。另一条推文，砂糖人与汉迪母亲的死直接相关，如今却以洗心革面，甚至像父亲一样照顾着一个人类男孩的生活。对于那男孩而言，剑二赏就像汉迪生命中的岩谷先生一样的存在。我们其实会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呢？听他说那个台词的时候，我已经想到应该是做了一个对应。对，而且画也是有对上的哦。半斗画的是过去，小孩画的是未来，所以这个对照真的做得很棒。半斗，你还想让你自己的悲剧发生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吗？你不能让小孩子画一个假面骑士，然后说这是我的仇人，我要找到他，然后弄死他。哦，对。然后就说18年后发现了，原来当年的记者就是杀害剑二先生的凶手。头问的锁链是必须要斩断的，在我看来，所以无论如何，半斗都不能下这个手。预告那个只能是逼炸了，好吧？我是希望狗头人死，但不要让半斗来杀，这其实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如果非要杀狗头人，那也只能让大姐杀。但是你如果真的让狗头人死掉的话，对于这家点心店就有点残酷了。对，这个就是我上周担忧的点。他把那个手密活全传给他们母子俩，然后让那个小孩子来出场。假如说他们知道了剑二的身份的话，也可以说他回归了他的世界那种感觉。小屁孩好像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知不知道没所谓，他妈妈可能知道点什么东西啊。妈妈就是说，点心屋的老板和老板娘明知道剑二不是人的情况下，还接纳了他，甚至可以以此作为劝说半斗放下仇恨的一个点嘛。如果最后还是要发刀，那知道实情的妈妈也能接受剑二是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突然离职或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种说法。至于怎么跟小孩哥表达，就是声称他们还有妈妈想这些大人要做好的工作了。OK。第28名三神器，第26名发卡杜鲁萨玛，第21名格诺塔雷萨1200家相关的词条，第18名追加战士，因为下周拯救世主 No.1 要回归啊，不是登场啊。这里顺便给各位说一下哈，今年隔壁追加战士的皮演信息也已经公开了。其实最早的彼得·嘎普的皮套演员中田裕士，在这之前我本以为他是去拍下一部假面骑士的来着，然后再早一点还传出过 Z 皮套演员的信息，即 JAE 旗下的双栖艺人新田健太。虽然叔叔目前还没法辨别真伪，但还是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位的信息吧。新田仅在09到12年间的骑士战队中演过杂兵，其余时间都是在日剧、电影、舞台剧里跑龙套或者担当杀阵师居多，偶尔也会回特摄棚客串路人甲。而我之所以觉得这个情报值得拎出来讲的原因在于，作为 JAE 第47生的队长的他，也曾受过高原诚二的特别指导，且他在进入业界以前见到生涯的履历还十分的豪华。当然各位还是得以实际为准哈。第17名冲人女王，第12名汉迪，有3800家相关的词条，念几条推文吧。汉迪始终被追问着恨罪不恨人的英雄本质，制作组果然是深爱着这个角色啊。站在我的一个视角来看，半斗其实被创作者虐得挺惨的，不亚于生真的程度。相较而言，我认为 Luckia 是受苦受得最轻的了。你不能拿苦难来比较。我的一个意思是说，半斗确实被迫害得很惨，一直被搞心态，你知道吧？从头搞到尾。什么编剧跟制作人扭曲的爱？其他2位的害死自己亲人的凶手都是该死的，完全不要做抉择。半斗你还能让他抉择一下，但是他中间也是有打点变化球，因为生真的情况不一样，他杀了既是自己的仇人，也是自己的亲人。之前也有很多观众会去纠结，为什么他还是会时不时的去叫妮桑，主要是他有做了一次改口，凸显出了他的决心，结果你后面又换回去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怪怪的。因为这一点我也
专门去考究了一下的，生真他只有在打斗的过程中，有伙伴在场的场合，或者是比较生气的过程中呢，会叫他们的名字。就叫名字其实是在宣布死刑了，有点那种感觉。对，这个点我觉得也是没有对错之分，因为这是事实，是你改变不了的命运，他就是你的家里人。最矛盾的点就在于他要守仇人，他想要守护幸福的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亲人给杀掉。对于生真来说，也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就你们确实是我的亲人，但是你们的所作所为让多少人失去了亲人？是这样。亲情嘛，亲情这一块，我估计有可能会让他跟烂工地场单挑的时候再扯出来讲一讲吧。看咯，你们我都不知道烂工地场还活没活着呢。豪兽者和嘎布，你们猜一下这周谁热度更高？肯定豪兽更高肯定是吧？豪兽者啊，也不卖关子了哈。第二名卡梅拉的嘎布5.2万加相关的词条，第一名豪兽者7.8万加相关词条。我还是有必要再念一条推文了。其实早期还出现过半斗的仇人是暴走的生真这种假说，不过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居然连洗心革面不再碰黑暗领事这条线都要收束了。果然卡梅拉的嘎布不会辜负期待，剧情展开永远超乎想象。我为什么要念呢？主要是因为要聊到狗头人是生真的那个假说的问题啊。这个点你以前聊，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虽然你只要稍微琢磨下，它无论在时间线还是逻辑上都是有矛盾的。但你们知道吗？在这一集播出以前，我还看到有人在说狗头人是生真，很变态。给你们念一下那个人的评论，你们就知道到底有多变态了，好吧？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袭击半斗妈妈的沙滩是生真，看到新一集的预告之后更相信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剧情又要怎么发展呢？真的不想再看他俩打架了，真情流露，我操！我再念一下网友是怎么评价的哈。热评第一条啊，其实他脑中的才是真正的剧情，错的是这个世界。骂了我就不念了哈。第二条啊，笑死我了，建议发配给妈梗尝尝。我预告看错了，还是他根本没看？看你他妈绞尽心思，不如纯逼真情流露。视频最后要回去我对本周官网提问的个人猜测。正如小团体成员所言，冤有头债有主。作为旁人的生真，确实不该插手半斗的仇恨。但结合上本集的要素构成、节目主题以及故事基调来分析，生真也不得不对半斗进行一定的劝导。而透过加长版预告可知，他在这之前有询问过拉基亚的意见，而拉基亚则以自身为例，说出了不会原谅仇人的看法。再结合上生真自己对待仇人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他能做的应该只有把剑2做好的新式点心带给半斗品尝，或者把半斗带到点心屋去品尝新式点心了。若是半斗这个本就不爱吃甜食的家伙能吃下仇人做的点心，也意味着放下了。且我认为半斗大概率会放下仇恨的依据在于近2集的故事构成上比较巧妙的设置了一个对照组，即吉普和半斗对待仇人的态度。那以致吉普压根不可能放下仇恨的前提下，如果半斗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那确实怪叫人悲伤的了。我寻思的叔叔近期答错了那么多回，这回总该能答对了吧？各位意下如何？想要回顾上期杂谈，亦或上期无人选的观众，还请尽跳转。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咱们周日一同见分晓咯。加拿